万历46年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誓师，以7大恨告天，正式向明朝宣战。2万后金兵倾巢而出，直扑抚顺。守将李永芳开城投降。辽东巡抚急调广宁总兵张承殷率军驰援，结果在抚顺关一带陷入伏击，全军覆没，张承殷战死。这是明金战争的开端，也是明王朝辽东噩梦的序幕。不过，更加让朝野震动的是1年后的那场战役。万历47年2月，经略杨镐调集9万精锐，加上叶赫部和朝鲜军，共11万大军，兵分4路杀向赫图阿拉。努尔哈赤得报后，集中6万兵力，5天之内连破杜松、马林2路。刘听在阿布达里港陷入重围，力战而死。萨尔浒之战，明军文武官员战死310余人，军士死伤4万5千有余。此战之后，明朝在辽东的军事主动权彻底丧失，后金从一个边陲割据势力，成为与大明分庭抗礼的敌国。萨尔浒惨败之后，开原、铁岭相继失守，各路溃兵接连不断地涌向山海关，沿途百姓扶老携幼，哭声震天。辽东的防线已经千疮百孔。在这片废墟中，一个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熊廷弼，湖广江夏人，万历26年进士。他早年巡按辽东，对边务极为了解。萨尔浒战后，他正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在河南赈灾，接到朝廷的加急文书，命他即刻进京。万历皇帝在平台召见熊廷弼，君臣对答之际，熊廷弼只是平静地分析了辽东局势，提出了以守为战、以守待变的基本方略。万历皇帝擢升他为兵部右侍郎、辽东经略，即日赴任。万历47年7月，熊廷弼从北京出发，一路向东，沿途的景象让他触目惊心。从山海关到辽阳，数百里间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村落，逃难的百姓堵塞了官道，溃散的士兵毫无军纪。熊廷弼到任后第3天，就召集辽阳诸将，当众斩杀了3名临阵脱逃的参将，颁布了严格的军令。同时，他亲自到各营巡视，抚慰士兵，发放粮饷。他亲自勘察地形，重新部署兵力，在辽阳、沈阳、广宁等战略要地修筑城垣，加固防御工事。辽东驻军10余万，每月需要军粮数万担，而当地的粮食生产已经崩溃，全靠从关内转运。熊廷弼多次上书朝廷，请求调拨粮饷，又派人到山东、直隶等地采购粮食，同时组织军事屯田，在辽河两岸开垦荒地。虽然远水不解近渴，但至少是一个长久之计。半年后，努尔哈赤率军进攻蒲河、义路，这是萨尔浒之战后后金最大规模的一次试探性进攻。熊廷弼得到消息后，亲率主力驰援，后金军判断无机可乘，主动撤退。这是萨尔浒之战后明军第一次在正面逼退后金的大规模进攻。万历皇帝在批复熊廷弼的奏书中，对他予以肯定，并继续调拨粮饷予以支持。但熊廷弼本人却没有任何喜悦之情，他请求朝廷继续增兵增饷，并提出了一个长期的防御计划。到万历48年中，辽东的局势已经明显好转，后金的几次试探性进攻都被击退，努尔哈赤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进攻辽阳的计划。逃难的百姓开始陆续返回家园，一些被破坏的城镇也在缓慢恢复。熊廷弼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：辽东之事艰难万状，然1年以来总算站住了脚跟。然而熊廷弼在前线拼死拼活，朝堂之上却早已暗流涌动。晚明的党争在万历末年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东林党与浙党、齐党、楚党等派系相互攻讦，从朝堂到地方，从政务到边事，无处不斗。熊廷弼性格刚直，不善周旋，在朝中本就没有多少根基，他在辽东大刀阔斧的整顿，得罪了不少人。一些被他撤换的将领和地方官四处散布谣言，说他专权跋扈，虚报军功。熊廷弼对这些攻讦并非不知，但他根本无暇顾及。他在奏书中辩解道：
臣在辽东，日与鲁战，夜与鲁谋，寝不解甲，食不甘味。朝中诸臣坐而论道，岂知边事之艰难？臣但知有辽东，不知有身家。这些话在朝中某些人看来，简直是目中无人。这年7月，万历皇帝驾崩，明光宗在位仅1个月就突然去世，继位的是年仅16岁的天启帝朱由校。短短几个月内，皇帝3易，朝局动荡到了极点，各派势力争相在新朝中抢占位置，党争愈发激烈。熊廷弼失去了最后的靠山，万历虽然怠政，但至少对他还算信任，给予了足够的支持。天启即位后，朝政大权落入了东林党人手中，而部分东林党人对熊廷弼的态度并不比这党好多少。万历48年10月，天启帝继位仅1个月，御史冯三元弹劾熊廷弼无谋欺君，畏敌不战，迷享劳师。熊廷弼愤而上书自辩，他的奏书写得极为激愤。他最后写道：辽左之安危，非臣一身之荣辱，若以臣为无用，其早赐罢斥。别选能臣，臣死且不避，何惜一官？1620年底，朝廷正式批准熊廷弼罢职，由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。熊廷弼沉默良久，将经略印信交还使者，然后脱下官服离开了辽东。他去之后，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。他改变熊廷弼的固守策略，大开城门接纳降人，结果混入了大量后金间谍。天启元年3月，努尔哈赤率军猛攻沈阳，袁应泰指挥失当，沈阳城破，后金军乘胜进攻辽阳，袁应泰自缢殉国，辽河以东70余城全部沦陷。此时距离熊廷弼罢职不过半年，天启帝质问群臣：熊廷弼在时，辽东固守年余，何以他一去便丧失失地如此？群臣面面相觑，无人敢答。但此时再后悔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辽东防线已经退到了广宁，明朝在关外的地盘只剩下辽西走廊一线。而更可怕的是，熊廷弼被罢职所释放的信号，已经深深刺痛了边臣的心。这在此后的10几年里，将被无数边臣反复验证。每一个站在辽东前线的人，都将在朝堂的刀光剑影中感受到同样的含义。而熊廷弼本人，还将在半年后被重新推上这条不归路，然后走向一个更加惨烈的结局。但对于万历47年到万历48年的熊廷弼来说，他至少完成了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，在明朝极其虚弱的时候，用一己之力在辽东撑起了一道防线，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争取了1年多的时间。